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要进行的科目是这颗很特别的分摇盘，是从香港来的 G 卡230 G1 的4缸分摇盘的故障检测。那这颗分摇盘，车主跟我讲说，他曾经有请人。换了新的那个膜片那有拆修过，现在车子根本都发不动。刚刚大哥有大概先检测了一下，哇，这个惨不忍睹。怎么讲？出油量不足，然后呢，又高低不齐。那在大哥的机台上面，1分钟全油门。它的出油量应该要在这条棒这条棒是175，应该在175稍微低一点那这个分油盘大哥刚刚有先测一下我所谓惨不忍睹我们等一下看就知道了这个分油盘的编号是49516，我们一样来做一个1分钟全油门的流量测试。那这4支喷油嘴呢？也是他寄过来的喷油嘴大哥已经有请厂商经过整修测试清洗，那测试结果是非常 OK 的这没问题。我们现在来做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这个阶段的测试，我们主要是在测试这颗分油盘它在行进当中的出油量，也就是系统的出油量。这个系统的出油量，它如果
供油过多，然后就会燃烧不完全啊，会冒黑烟，验车也验不过。那如果太低的话，那就会造成稀薄燃烧。那再来就是会产生高温啊，车子又没力啊。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4缸的高低出油量的高低差已经够多了哈。好，我们再来看看，那大哥很不建议说，你没有专业设备，你没有 know how 的话，绝对不要去动这个分油盘这个东西。这个专业的东西还是留给专业人士来处理。时间到，哇！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哇，这第一缸170，第一缸60，第二缸100，第三缸120，第四缸60，跟大哥记在上面要求的这条棒175的下面一点点哦，哇，差别太大了啊！所以这个我们看到一个悲惨的事实。这部车子肯定是发不起来了，浪费钱，然后浪费时间，又一个空的期待啊！这个分油盘大哥也伤脑筋了，因为大哥碰过，如果今天没有专业的仪器来拆修这个东西，这个分油盘的话，那很可能里面的组件会受伤。膜片是不是有受损，我们不知道，但至少，等大哥拆过了再说吧。我们来看一下这弹簧变形了。这弹簧太大，哎呀，这弹簧变形了，太大了，这弹簧都要换掉了，太大了会掉进去啊，不正常。这个都变形了，这4个弹簧都要换掉，伤脑筋，头痛。奇怪，怎么会变形？这不应该掉进去的，觉得它会掉进去。头痛。4个弹簧全部都要换掉。我来看一下，这个膜片也破了，没有装好了。只好换一片新的膜片了。到时候我在做编辑的时候，我会把它弄得清楚，让你看看到底是哪个地方破掉，破的洞有多大。大家好，我是张大哥。这颗从香港来的4缸分油盘，G-Car W460的230G1的4缸分油盘，大哥已经整修完成了。在整修的时候，我们发现它因为前一手的分油盘的拆装，它更换膜片造成它的安装定位不良，使得那个弹簧上面4个弹簧的位置没有装好，造成它膜片破损。所以我们看到它在故障检测的时候，它的出油量第一个高低不齐，第二个在大哥记在上面应该在170的出油量，它大概都落在100
或是140，高低不齐。这原因就是因为它安装的定位不良，造成弹簧把膜片割破了。那大哥把这个膜片已经换下来了哈，这膜片在这个地方。再来它4个弹簧因为它都已经变形了，所以说大哥把4个弹簧都全部换掉。至于说它这个油压调整器，因为它的供油电压供油油压太低了哈，就5.17上油室的压力，标准应该在5.5 kgcm 平方以上大哥也换掉了。经过整修之后，我们来做一个1分钟全油门的流量测试。那在大哥机台上面应该是在170左右，100，那这样棒子是175至于说它整修之前的出油量是高低不齐而且有供油量严重的不足，所以这部车子在发动起来会喘气，根本空转怠速还可以，引擎还可以发动，但是车子是跑不了了。那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来做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来看看大哥整修过之后更换膜片、更换弹簧之后它的测试结果。好，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在大哥机台上面标准的出油量应该在170ml左右。那我们看到上面那个铁棒是175，应该大概在那个位置。故障前的检测它这个真的它的供油量是惨不忍睹高低不齐，而且呢供油量又严重的偏低。那我们来看看这个1分钟的全油门到正确的出油量应该是什么样的状况。因为这个出油量1分钟全油门会绝对影响到我们系统的出油量，也就是行进当中的出油量。这个是非常重要不能多也不能少，太多就会造成燃烧不完全。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那太少的话，就会产生供油不足，车子跑不动，而且有稀薄燃烧。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第一缸175，第一缸175，第3缸170，第4缸170，大概在175左右。这个就是标准的系统出油量，也就是行进当中的出油量，跟我们之前故障检测的时候的出油量，那就是天差地别了。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从香港来的 G 卡 W460的230GE 的4缸方向盘完修后的第2阶段检测，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这个方向盘的编号是49516。OK， 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因为这个阶段的检测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所以我们希望它的误差值是越小越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等时间接近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现在我们进行的是这颗编号49516，从香港来的 G 卡 W460 230GE 的4缸方向盘完修之后的第2阶段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第一缸185，第2缸185，第3缸也是185，第4缸也是185。这个误差值几乎等于0了。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看下来这是的误差，
在3%以内，成绩算是相当优秀了。那无论如何，大哥已经把这颗分油盘已经整修完成了。这颗分油盘回到香港之后呢，维修人员只要做的工作就是调整这个带受混合比螺丝，减油，油量减少。如果45度增加，45度增加，这个以45度为单位，看它的引擎的反应，如果是顺时钟是油量增加，只要回去之后就要调整这个，把它调到最高点。那最高点的时候呢，大哥的检查方式就是，假设你认为这是转速最高点怠速马达一定要拔掉，怠速马达记得怠速马达拔掉。然后呢，怠速最高点也要确认。我大哥习惯上是退40度看看，它转速会降下来。OK， 那回到原点。那如果说转速再增加45度的时候，转速没有改变，那刚刚这一点是最正确的。如果增加45度的时候呢，转速更高一点，那这一点会更理想。但是呢，如果再往45度再增加油量的话，转速没有改变，那我们就回到刚刚这一点我们认为这第2次的最高点，这个时候最高点的时候，如果退45度的时候，转速应该会稍微降低，那刚刚这一点就是最正确的。那再来，它的油压调整器大哥拆下来检查是 OK 的。今天大哥的报告就到此结束。祝这部 W460的230G 能够快快乐乐的再过20年。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拜拜。